晨儿，你是叶家的家主，叶家一切听你吩咐。叶忠全对叶晨自然是言听计从，家主之位都已经让出来了，估计当然不会再有任何反对意见。更何况他心里也很清楚，现在的叶家对叶晨来说已经进入了三瓜两枣的序列了。不说，只要叶晨愿意拿出一颗回春丹来，卖掉的钱估计都快抵得上整个业界的资产了。这时候叶长明补完妆，缓和了几分情绪之后，赶紧走了回来。一入座，他就赶紧默不作声地为几人泡茶倒茶。叶忠全对他说道：长敏，晨儿打算清明在叶灵山祭祖，到时候再好好敲打敲打叶家成员。叶长敏有些惊讶，祭祖之事虽然每年都有，但叶晨怎么又要借祭祖搞事情？不过他可不敢有任何质疑，而是满脸正色地说：晨儿想要敲打叶家人也是合情合理的，毕竟这些人这些年也确实太过分了，完全看不出其他家族那般团结的意志。叶晨淡淡道：这次敲打我打算赏罚分明，恩威并施，能把叶家的整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，我除了会给他更多的资源和收益之外，也会有其他方面的照顾。如果有谁还敢把个人利益凌驾在叶家的整体利益上，那我就直接把他从叶家踢出去。叶忠全点点头，这是当然，我以前就是对他们太仁慈了，总觉得既然叶家整体趋势还不错，那就不要太过为难底下的人，让大家都好好享享福。可是后来强敌上门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对自己人越仁慈，自己人对我就越疏远。有些时候，你的家人会把你当软柿子捏，你越是好说话，他们就越变本加厉。叶长敏忽然有些感悟，惭愧地说：爸，您说的对，就算是我，以前也总考虑自身利益。当初我二哥招惹了罗斯柴尔德家族，大哥就私下里联，和我们一起针对二哥，想把二哥从家里赶出去。当时他跟我们的说法是，只有二哥离开了叶家和叶家断绝一切关系，才能杜绝叶家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报复的风险。否则的话，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叶家全面开战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。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就只有个人，总觉得我虽然是个女儿，但是叶家资产也有我的一部分，要是叶家的资产缩水了，我自己的身价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后来万破军放话要杀上叶灵山，我和大哥都主张投降，即便是拱手让出一半家产，最起码还能保住剩下的一半。其实那个时候心里想的都是自己，不想自己将来一无所有，也不想自己蒙受损失。说到这时，叶长敏控制不住又流出泪来，哽咽道：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初没有跟二哥站在一起。现在二哥人也没了，我想跟他说声对不起，都没有机会。叶长敏的情绪在这一刻又有些失控，回想当年种种，以及现在自己的尴尬境地，他心里后悔又惭愧，同时也有着莫大的伤感。情绪一失控，他便忍不住地哭出声来。叶晨看得出他不是在演戏，想来自己这个姑姑现在也算是真心实意地忏悔了，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叶晨忽然轻叹一声，看到叶长敏茶盘旁放着一块普洱茶饼，便问他：姑姑，普洱茶的茶刀呢？茶刀？叶长敏有些愣神，随后赶忙说：晨儿，你想喝普洱的话，我换个壶给你泡。不必。叶晨摇摇头，淡然道：我就要茶刀用一用。叶长敏从茶台下面找到了一柄银色的茶刀，茶刀如古代弓箭的箭头，主要是拿来撬开坚硬的普洱茶饼。叶晨接过茶刀，从怀中取出一颗回春丹来。回春丹拿出来的那一刻，叶忠全一下就惊呆了。叶长敏倒是没反应过来，他没吃过回春丹，也没见过，所以还没有这么敏锐的反应。叶忠全感觉自己心跳如鼓，一颗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这时叶晨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用那柄茶刀将回春丹从正中间一分为二，清新的药香味道扑面而来。
叶晨将其中一半递给了叶忠全，开口道：“爷爷，您能把叶家的家主之位传给我，我心怀感激。未来我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您身边陪伴，但也请您放心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，只要现在和将来您能与我站在一起，我都将给您足够的尊重与照顾。”叶忠全激动得浑身颤抖，万没想到还有机会再得到回春丹，虽然只是半颗，但也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心理预期。他难掩狂喜，伸出颤颤巍巍的双手，结果叶晨递来的半颗回春丹，迫不及待地表明态度：“晨儿，你放心，过去的错误我不会再犯，现在和将来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。”叶晨轻轻点了点头。现在他与老爷子并不是单纯的祖孙关系，也是君臣关系。他虽然是自己的爷爷，但是在叶家的层面上，自己是叶家的家主，他就必须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。叶家人数众多，而且鱼龙混杂，父亲去世之后的这么多年来，就没有过团结一致的基因，所以自己必须要在他们面前树立一个正面形象，让他们知道跟自己站在同一个阵营到底都有什么好处。随即他看着剩下的半颗回春丹，又侧脸看了看一旁的叶长敏。泪流满面的叶长敏忽然看到叶晨看向自己，心里紧张的无与伦比。他不知道叶晨那半颗回春丹是什么打算，是要收起来，还是会送给自己。虽然他也知道叶晨送回春丹给自己的可能性或许微乎其微，老爷子对他言听计从，不也才得到半颗？自己之前一直跟他对着干，想明白之后也没什么机会表忠心，他能也给自己半颗吗？这时叶晨看着他，淡淡道：“姑姑，这半颗回春丹我为叶家人留着，谁能真正做到把叶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，这半颗回春丹我就送给谁。”